灵活有趣，自在相遇。本节目由年轻人都在玩的 SOAPP 独家冠名播出。全球美妆健康好物上屈臣氏小程序，感谢健康的美，美的健康的屈臣氏联合赞助播出。时尚先锋耀目登场，华为 Free Clip 2+耳机，闪耀你的每一个 C 位时刻。本节目由超保护舒服到一世再也回不去的护舒宝赞助播出。一抹闪耀，报顺恋爱。本节目由巴黎欧莱雅护发精油赞助播出。天哪，这是我喜欢的地方。今天跟梁田的约会其实非常的开心，我感觉到他有默默的在注意我，然后在配合我。好搭呀！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我是你的心动女生，那其实可能以后不会有其他女生可能选择跟你约会了。反正我第一选择就是你嘛，就不会再改变了。从进小屋之后的一些相处里面，我都会比较注意到你。就想问一下，就是我们是不是有之后的可能性？现阶段，可能我内心的天平会偏向允婷一些。快上 SOAPP， 灵魂有趣，自在相遇。本节目由年轻人都在玩的 SOAPP 独家冠名播出。全球美妆健康好物上屈臣氏小程序，感谢健康的美，美的健康的屈臣氏联合赞助播出。哇，云南好漂亮。很多人都说，如果想检验情侣是否合适，最好的方式就是两个人一起出去旅行。两个人如果想要真心实意好好在一起的话，势必要面对很多的现实问题。如果把这些问题都解决好，那两个人在一起是水到渠成。其实自己平常一直都是一个对所有事情都在我把控以内，但到跟梁天的相处里边，我是很迷茫，就是不知道怎样才是处理这个事情最好的方法。感情这种东西，你本来就是要找适合的人。那如果我欣赏他，我也会希望说他找到他觉得适合的人。那如果不是我，对于关系的隐喻。到了，朋友们！哎呀，欢迎来到夏夏的家西双版纳，夏夏曾经的家。真棒！手机采访，请问这位先生，第一次来西双版纳吗？哦，分享一下此刻的感受吧。现在就很想回去睡觉。这位先生你呢？第一次来，蛮累的，不是也很期待。好，你看看人家
你学学人家。你刚说什么？走了。膨胀。走了。嗨，欢迎来到新双版奈。来，我们先请上车。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沙二，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啊，沙二，对，居诺族的人啊。你这个导游像喝醉了一样说话。是剧的。为了让大家充分感受到西双版纳的原始，我们准备了有3个景色各异的营地。我们版纳露营的呢有3个团长啊，3个地方3个团长啊。对，第一个营地的团长是忍江壁啊，这里的容纳人数呢是有2男2女的。哦，2男2女的。第二个营地的团长呢是良田啊，这里的容纳人数也是2男2女。第3个营地的团长呢是郑维仪啊。对，恭喜！这里的人数是2男1女。郑老师。现在呢，我呢开始分配1号营地的团员了啊。怎么分呢？我倒数3、2、1的时候呢，请愿意跟随忍江壁的人呢举个手啊。这个还蛮喜欢看这种。我能举手吗？3、2、1。哎呦，这么多，那怎么选啊？我当时选分组就是我去哪儿我去哪儿，去哪儿都无所谓。我其实还是想跟他在一起的，也不能说无脑跟随吧，恋爱脑跟随。4个的话呢，就多了1个了啊。明白，先把老胡踢掉。你放心吧。啊，不是，你傲什么？要不你们2个商量一下去，他跟你吧。好，谢谢。哎呀，这4个人，一对最好磕的，一个最磕不懂的。对。我之前在情绪非常低落的时候，我会在走廊等我，然后来安慰我嘛，我会觉得很暖心。然后刚好趁这次机会，就跟他多待一待吧。但是跟老陆的话，毕竟之前会有一些羁绊在的嘛，我是会觉得有一点点尴尬的。其实当时就听到说会分组别，然后我就当时想赶紧先把第1组给抢了再说，因为到后面如果你不抢，你可能就要进到那个3人组里面。我其实在以之前的约会体验来看，处于那么个境地会有点尴尬。然后我跟良田的一个事情，可能我们在上海就已经告一段落了，所以我就想，那我就是尽早把位置给占了。哦，他们想进3人组，结果碰到夏夏。现在呢，我们开始分配第2团的团员了啊！想跟随良铁的呢，就举个手啊！我来了啊！3、2、1。哎呦！哎呀！哦，正好了。在我的出发点，我还是希望多跟良田去接触。对我来说，我就真的纯粹想跟他多待在一起吧。刚好你们4个了啊！他们正好4个人，对，2男2女。哦，对。最后一个团的话就是2男1女的话，最后剩下的就是你的了，是不是？没错，剩下都是他的了。哥，你这么介绍我们有点没面子，你好歹让我们举个手嘛。什么叫剩下的？就我的直觉告诉我，就一定要选卡卡。啊，没有其他想法，我就是当时很明确的，我就要选他。当时其他人举手啊或者分配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有插话。说起来也挺巧的，就是我正好跟陈哥和卡卡我们仨是坐在最后一排，就好像已经注定了我就要跟他一组。那这是真雄性了呀！
接下来我们即将到达的第一个遗地呢，像出没雨林遗地啊。像出没。对对。哦，像出没。天哪！它呢建在山岭之底之上啊，路以四周周围是会有植物环绕的，还有呢绿草芬芳。遗地的配套设施是很完善的啊。设有丛林飞跃游玩项目可挑战的啊！哇哦，这个应该很好玩吧？丛林飞跃是那个谁涛要去，然后你赶飞机没让他去，他硬要去的那个是不是？对，就是那个，就是那就这里。哎，我们出发了啊！后面的呢？其他的人不重要，是不是？那个要保留神秘感的啊，那个是不能说的秘密啊。好了，我们出发了啊！发喽！要么真心话大冒险吧？哎呀，这可以。敲七，可以敲7啊，可以。你随便找个数开始也行。20、22、23、24、25、26、 28。哎，是我吗？还反应了一下。上家问吧。可以。下家问。这次的组员分配你满意吗？这是我分配的吗？就是现在的组员是里面有你想要的人吗？有啊。啊，这个问题真的是。哇！你害羞什么，哥们？你在害羞什么？你在害羞什么，哥们？害羞啊！陆老师这个时候就显得重要了。有你不想要的人吗？有你不想要的人吗？好坏呀！你这会问的，侯成杰，你小心你。没有，都很好。来继续，报你报。我报是吗？31、32、33、34、36，下一个。啊！这太慢了，这肯定是啊！我不知道是我啊！这都不输啊！对啊，这网速这行吗？好，我的问题。我团长，你的问题。问我。你问，你这几天里头吃过的饭里谁做的最好吃？哦，这个问题，咱们得从2方面来回答。你别整那滴水不漏这一出啊！大家都在助力了，已经。讲真，那个真的好吃的话，就是我还是站发问的这位老师好，那你另一方面呢？你快说另一方面吧。另一方面，从这个付出心意的角度，那肯定是侯老师。又不好意思了。侯老师的嘴角都快咧到耳朵根了。哎呀，上头了。一个是用来填饱肚子的，另一个是用来，太甜了，哎呀，太甜了，哎呀，真好玩，这个真好玩啊！好喜欢看这种哦。我什么时候到啊？到了。啊，从这儿这是哪儿啊？再见啦，拜拜。走了，拜拜。那个应该是我们的露天帐篷吧？祝你们玩得愉快啊！谢谢。祝你们玩得愉快。谢谢，拜拜。有团长在呢，别怕。好的，团长。哇，好大帐篷。哦。哇，这个很好看。我们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好看。好美。哇，这有那个垫子，防潮垫。这里面是食材吧？哦，真的是食物哈，这是小米棍儿。啊，这个是那个，就是那种懒人沙发。对，
是可以掺在里头的，这个我知道，我好喜欢搞这种。哦，手臂可乐棉花糖，快拍个照让他们羡慕一下。哦，对他们肯定没有。好，我们现在呢就是要开往第2个露营地点了啊。咱们露营地有吃的吗？有的啊，有的，绿色的就能当菜啊，能动的就是热了。哎呀，我们连蜘蛛都吃啊。真的？像这个酸蚂蚁的话，我们一般呢都是包烧啊，炒着吃啊。这个花蜘蛛也一样啊。抓吗？老师，我们的这个能把我吓飞。我们的营地那里会有蜘蛛吗？那是毋庸置疑的啊。吓人！我不想被蜘蛛咬。蜘蛛它也有嘴巴吧，肯定会咬啊。不会晚上睡觉被咬吧？还有，我们来这里园里的产销信号是没有的啊，就是要以世界失联啊。没信号啊，没电，我手机也没电了，老师。深山老林是没有电的哦。来，我们的第2个营地到了啊！对，再见。晨儿姐多吃点蜘蛛。干杯！我想哭。啊！我们来先，小四。野生的快乐。开头有多兴奋，现在就有多紧张。也说不定啊，我们是最这个豪华的一个营地。我觉得一定会有比较意外的元素。对。哇哇，那真不错哎，真不赖。哦。哇！啊！哇，这地方也太开阔了吧！这真有一种整片山头都是我的感觉。Hello， 给我来一个侧脸。这个感叹号太灵性了，我真服了。太美了吧！啊，还有一个剪影。拥有整片山头的女人在眺望着她的，都是我的产业。她的庄园。这是卡卡最想要的画面来了。怎么开始竞争了呢？看我为大家打下了天下。你看那边那个山峦层叠的，真的好好看。卡卡像领导来看自己的这片地。给领导记录下这个。对。山峦层叠。真的好浪漫。
且这个角度看起来好像还可以。你再弯一下头。有吗？哎，赶快看一下拍的怎么样？哎呦，哦，我操，这个拍的好，怎么样？可以可以。这会不会有点太腻了？那个，甚至连路虎都喊不出真好看。2倍。我得把这个处理掉。什么东西？哦，那个 AI 消除是吗？对。你甚至把丁达尔效应都拍出来了。这个手机被你玩转了。看看，这也太神奇了吧！年度开篇照片，这还在运镜。咔咔往左看一点点，抬一点头。哎，好看的。突然出现了一位老师。我张哥又哦，张哥往外躲了躲。好看的。好。这太阳在云层里，颜色看上去它有好几层。看到老忍不住想拍呀。哎，来了，咸蛋黄来了。好看，好看。哦，好美！哇，这天真的太棒了！哇，这么好看！我们现在还可以去玩项目。哦，可以啊。热带雨林大本营，前方即将到达丛林飞跃，接下来的路只有勇敢与坚毅能陪你们走。这个好玩。我也觉得。我希望我可以不用那么的勇敢。不行，我的团里没有孬种。可以了，可以了。哦，你戴这个帽子好好看。我不信。真的很像奥特曼。我发现侯老师好像不像闷骚啊，真的。冷不丁的抽冷子给一句。这人，你有的时候可以不发表意见。毫无美感可言，没有形象了。他可以戴，他可以挺好看的。啊，是吗？挺好看的，像异形。你更像，你这两只好像是吊威亚的那种。疯狂去务农。你们两个没有一个人会提供情绪价值。太好笑了。屁股往下坐，脚伸直抬高，越过对面的平台。哎，为什么一个人都不叫？就是他们不。这有什么好叫的？没事的。很吓人啊！哎，咱们4个剪刀包水实验室。我是团长，当然我先上。可以啊！来，准备好了吗？谁先上？好，我先上，团长。虽然很害怕。哎，我先吧。哦。其实他很怕的情况下，他就冲在了我的前头，这确实就是我意料之外的事情，因为那个游乐攀岩的高度跟这个山谷的高度是完全没有办法相比的，所以就是当时真的非常意外，挺开心的。男的心里印在嘴上，我真服了，真的。
有点恍惚呢。好防备的眼神，感觉到很大一块，是不是？哦，有点害怕。重点有人等着呢。还是有一点吓人的。谁说不害怕？它挺高的。对呀。不过你要伸直一点腿。就到中间那个地方还是挺吓人的。啊。哇，你今天挑战了自己。滑的时候还确实有点那什么。夏老师出发了。哦，夏老师还行。这一集是垂直下去的一个是吧？对，而且速度还挺快的。就在这儿你是没有退路的，首先要把这个跳完再说。可以倒回去吧？哦，倒不回去。倒回去。所以势必要跳一下。哎呀，就应该上一站就结束的。结束了。刚刚你就应该在说，哎呀不行，我下不去。人总是这样的，就是该放手的时候你不想放手。你们准备好了吗？我好了。他胆子好大呀！帅，谁让你突然加速的这位老师？帅啊！你刚刚下来那一下子，绝对潇洒。对，我也要站着看看他们下来是什么样。哦，果然先下来是有这个好处。对呀，看看大家怎么样。哥，我就轻松点啊，恐高，实在恐高。哥，我也恐。哥，我也恐。给我们两个男生个面子啊，不然下去在女生面前太丢脸了。都是我们俩的这个心仪的对象。不然以后就没有以后。哥，我是只单纯有点心脏不好。哎呀，陆老师，你真的今天挑战成功了。不是我说这个角度，他的屁股有点太翘了。咱就是说你的关注点跟我们看的都不太一样，这是为什么？你没有看到吗？就是他屁股，他说你屁股翘，太翘了吧，有点。就从下边看的话，还可以，我是属于前凸后翘的那种。但是真的翘到离谱。他的肌肉就看着就很有用，这个时候就很有用。小欧虽然害怕，但是他胳膊很有劲儿，他就不会特别害怕。瞬间绷紧了，瞬间立马充血，绷得还紧啊！好像在做腹肌。哇，我还是换这个吧。当我们共同克服这项困难的时候，我们俩就觉得我们的情感链接啊和心的距离就会更近一点。哎，不行，他走的好晃呀，这位哥。我怎么感觉是你在晃我呢，姐？我都没动，你看我这会儿都没动。他俩摇来摇去，不知道谁摇谁。不是这位哥，他给我晃的我快飞了。不是，你看我自己都快飞起来了。你等他走完，你再慢慢走。别急。我不急，我准备等他走完，我自己走。这个我现在整个人被颠起来了。你知道吗？表白之夜就在今天，你要不答应，我们就疯狂的摇这个桥啊！哎呦，就有一种老太太过河的感觉。
老太太过马路不扶不行。对，老太太过马路不扶不行。别逗我行吗？老太太玩高达瞎掰。老太太涂口红给你。好想加入他们起个哄，有没有？太好笑了。来吧，刚才来到了每一组不同的露营地之后，其实大家反应都不太一样。有没有让你们印象比较深的？我先说那个花海拍照的那个吧，都挺搞笑。我张哥真是知行不合一，一方面跟自己说着，哎呀，如果要竞争就不是对的人；另一方面夸夸跟那儿拍，来都来了。而且他反应但凡慢一点都没那么好笑。所以，如果是你们到像这种风景的地方，会给另一半拍照吗？早期的时候，我跟旭姐也会因为拍照争吵。我们真的有过最大的争吵，就是因为拍照。就是早期我没有那个意识，早期我是张哥，然后现在越拍越好了。但早期拍出来的一些照片啊，真的一言难尽。跟张哥比呢，那个大逆光看不见人。我跟你讲，大逆光啊，我觉得救了张哥一命。是的，但凡把那个光提起来一点，很有可能是一个很吓人的表情包，肯定是个回眸，有可能是一个，很有可能是这个。早期我其实存了好多我跟我老婆就是拍的那种，她还没准备好，然后你就咵嚓快门就按下去了。我专门有人做了一个文件夹的表情包，贴图，我还会配上那个文字，这话你也敢说？但其实就是他没准备好抓拍，但现在我拍的其实还可以，大家可以看我最新的作品，谢谢。突然起范儿了，这是有学习有成长的。当然，我9年再没成长，这个老公还要他干什么？那我帮你问一下这边的朋友有没有成长的。一心他是这样的，他其实很不稳定，就是理解，我理解。就是真的很差别，真的是非常大的那种。他有的时候帮我拍的照片，噔，好完了，然后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已经拍完了，表情还在说话，还没准备好，对，还没准备好，哎，可能就拍完了。就是，但有的时候就拍的真的非常好，就是我们当时我的孕期的写真都是他拍的，哇，就是拍的真的很厉害，好，好有意义啊。对，是的。然后我妈是助理。然后这更有意义了。然后我自己是化妆师，自己给自己兼造型，是不是？对，简单的妆发一下，然后没有别人。对，然后那个照片确实就拍得很好。易阳要分享一下吗？但是我这边的情况是一帧都挑不出来。这真的挑不出来是什么？我们拍照片现在已经从100张挑1张，升级到了100张中的1万帧挑1张。会不会是你个人对这个照片的要求比较苛刻？是的，我对照片要求真的没有什么要求，但是我每一次拍照我们都会生气，就是因为什么呢？他非常有自己的思想，且不耐烦，就像刚刚叶欣姐说的，就是咔咔咔那种拍啊，拍完了之后，我说不行。人家就要找自己刁钻的角度，比如说我坐在这儿，我就想平着拍，就是保险。人家不，人家就要从这儿拍，要从那儿拍，就是会拍出来我的脸比腿还长。你说我怎么挑嘛？我一帧都挑不出来啊。然后我说不好看，人家说这是构图，这是艺术，我不选还要生气。他可能觉得你怎么拍都好看。对，其实是这个意思。他有的时候都觉得很好看啊，是真觉得很好看。倒不是觉得说，对，我懂这个点。那你会给他拍吗？我拍呀，我拍老好看了，我还给他兼职修图。
成片率比较高。对，大部分就是特别喜欢那种，所以我就特别爱给他拍照。但是我就不太愿意让他给我拍照，除非迫不得已。就我会避免一些争吵嘛。比起拍照的艺术，掌握了一些生活的艺术，是吗？所以你看，其实都这样，不是我这样，都这样。跟谁不是跟谁说呢？这是虚在那儿，是不是？然后还有一点是在侯成杰的一句话，他说旅程最能检验两个人的关系。其实这句话我们老能听到。是。对，但你们觉得呢？旅行可以让两个人的感情升温，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之前没有在一起的时候，出去跟就是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旅游过，就是那一次，我是明显的觉得说这个人很有意思，然后也很想继续接触。因为在我印象中，男生就不是特别喜欢记录生活，拿个手机拍的那种。对。但他是那种出去旅游，他会一直记录。他不光是记录他自己，像助理啊、工作人员，他都一定要记录。我就会觉得这个人，就是不是我平时之前了解到的那么一个小孩的一个形象。就比如说，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当时在录节目的时候，路过一家快餐店，我就随口说了一句：“哇，好想吃。”然后等到我们回到休息室的时候，就有一大盒涛哥去买。啊，他很细心啊。对，他真的很好。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个人非常的善良，且非常的照顾到每个人的情绪。就我觉得旅行是可以看出来一些东西的。对，我非常赞成，而且我自己会非常希望，如果是两个人出去，我希望只有我们两个人，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自己去完成，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会发生一些状况外的事情。因为我会发现，就是当你多年之后你再回忆起来的时候，往往都是那些状况外的事情。对，比方说可能错过飞机啦之类的，对方是怎么处理的？我觉得这个态度，用什么状态去面对这些问题，也能看出他的一个人品。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用，而且我觉得一场还不够，很多场，多来几场各种各样的。他的原话是钱钟书《围城》，里面说的是。旅行是特别检验一个人的人性，就是当你舟车劳顿的时候，你的本性会暴露无遗。对。如果当你暴露无遗之后，你们还能相处，不相厌恶的话，就代表你们有一定的感情基础。所以我觉得这个阶段其实挺考验人的。对，挺考验人。对，是的。好，我们的旅行还在继续，一块儿去看一下。齐玉玲，我想要个能吃到一起的人。刚为你做的，快尝尝。这次是能玩到一起的人。在一起吗？希望他是对的人。上所有 APP 遇见懂你的有趣灵魂。哇，好，那我们开整呗。可以开始。把3个门拎过来，然后这边我点，然后就啊，生火我也要参与。他喜欢玩火，我喜欢玩火，我是一个喜欢玩火的人。好俩，有来有往的。你最近总是在玩火。我跟你讲，出门生火这个事情交给我，你们就不信，就是你们帮我捡树叶，我也能点着。连侯哥的心都点着了，啥点不着？树叶跟木材是好烧。那我们给你捡点树叶呗。对，如果有木棍的话，也是好用的。好的，姐。我看那个木头棍有很多，对，可以，就往中间扔吧，你就扔这儿没事，你就横着扔这儿没事。所以就2根吗？好的，姐。要被气死。有那味儿吗？有。他对他讲话的态度已经就是超过朋友的那种随意感了。可以的，可以。现在可以了。小心别崩你身上。哦，果然还需要经验啊！成功了。哇，好暖和。很棒。下来一个人在这做菜，我们3个人在这玩火。有可能只是为了逃避路径战。啊。他们还要篝火！天哪！回来了，他们会合啦！没想到吧？也太好了吧！这真的有路吗？
我真的开始有点害怕了，我有点慌了，朋友们。千万不要随便踩啊，小心这一段路往外翻，不要滑到山下去。他们是徒步组是不是？啊，他们的旅程就是走到这儿。天哪，他们最惨！他们做错了什么？你为什么？天哪，你太难了。没事。很早就没有光了。我真的一阵冷风。对啊。真的太冷了，在那个地方。我们去到西双版纳之后，发现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热。然后我们下去到那个下面那个深山老林里面之后，其实那个气温又降了一些。然后我们衣服带的都是夏天的衣服，所以当时就觉得确实是有点难熬。好惨，他们这看起来。那我们去攻打别的营地，走，Let's go！ 哎，他们在干嘛？在吃。啊，他们还要篝火！哦天哪！嗨 ，Hello， 我的天哪！没想到吧？也太好了吧！凭什么你们？凭什么？真的凭什么？见到窝窝，他们就跟见到亲人一样，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太好了，天幕，然后大草坪，天哪，里面还有鸡爪子吃，烧烤，有灯。有干净的洗手间，有水，得亏我们去了。这里简直是天堂啊，姐妹们！你们白天干嘛了？今天带他们就是体验了一下人生。这么夸张？我们恐高，然后带我们去滑绳索了。你们还玩了？哦，但那个绳索真的挺恐怖的。不是真的很恐怖，就是你知道骆老师有一段时间脸不是嘴直接煞白的。我有点想玩。明天可以玩吧？不知道可不可以？我们早点醒来。你都不知道我上了一下这里的厕所，我有多开心。我来的路上在车上偷偷的抹了抹眼泪。我们俩在速降的时候也偷偷的抹了眼。猴哥都变幽默了。来，放那个盘子里。我的肉。你的肉，你的肉。哎，我的鱼掉了。这是鱼啊！哇塞。幸好现在过来了，不然他一发现的时候一定会。掀桌子。小虎真的好可爱。哇，那块肉，巨香无比，是不是？看起来。那块肉写了我的名字。在哪里啊？他写在那边写了胡允婷3个字。过去之后真的太开心了，顺理成章的融入了他们的烧烤队伍，然后顺利的蹭到了一餐很好吃的烧烤，满心感恩和欢喜，说能跟大家在一起真好，能住在这里真好，很开心嘛，他们可以来，有篝火，有烧烤，有朋友，在那种没有天花板的旷野里，在一群这么多美好的人中间体验纯粹的快乐。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生活。谢谢大家的款待，珍惜每一天吧，朋友们。我们要不玩那个3、2、1木头人怎么样？可以啊。来。怎么了？哎，这不是在玩啥？木头人。哦。这样，最后两名就面对面对视，好吧？哎呦。输的最后那个人对对面的人深情对望说：“你好，我爱你。”哎呀，他挺会整啊，洛哥。对面那个人说：“我不爱你，再见。”OK， 反正不关我的事。OK， 当然。来，下一轮。嘿，下一轮。嘿，下一木头。回到原点，都能回到原点。猴哥咋了？下一木头。下一木头。每次都是你。下一木头。每次都是你。他故意的吧？对，我也想问。哪了他？下一木头。下一木头。你快往前冲一点！我已经来不及了。为什么你往回走的？
搞不清楚，搞不明白你们的规则。塞姆特，塞姆特，塞姆特，谁最后啊？请吧。你们俩是故意，你们都没有离开过。这两个人已经放弃抵抗了啊！故意的吧？你们是有的人哦。哎呀，小侯也太明显了吧？哎，你故意不走的是吧？没有，我这个不太行。怎么可能？一个体育生，对，反应不行。快！什么台词？什么我爱你？台词那边是你好，我爱你，这边是对不起啊，我不爱你，再见。好刺激哦！啊，这什么东西？要深情对望吗？啊，我对视不了，我觉得不是真的。你要是换一个别人，我可能觉得话好像还行。哎呀，只是游戏，只是游戏。啊，不行，我无法对视。哎，这样我俩能特别一点吗？可以啊，随便你。我俩背对背可以吗？哦，可以啊，可以。哦，可以。不行，对视真的对不了，对不了一点。哎呀！等一下。啊！你台词就2个字，好的。我们只是你们 play 中的一环啊！我们小侯真的是出息了。我喜欢看这种。你好，很高兴遇见你。你好，很高兴遇见你。啊，你好，我也是。老实说，这应该是恋综界都算是天花板级的。这种分数感绝了，真的。绝了！在里面脱颖而出，就简直是果敢，然后情商又高，但是又有分寸。对。哦。大家都在起哄，有点像读书的时候，那一个女生其实全班都知道，然后同时点到你们俩的时候，全班同学都在起哄的那种感觉。我那句话想在小屋最后的时光里再跟他讲，不想讲的这么草率，其实能在这儿能遇见他就很开心了啊！我就想把自己的心里话讲给他听。哦，啊，这个可以这样，可以啊，不然那种压力太大了，其实当时我真的是很抗拒的。他后来把那个要说的话改了，我就觉得就很好呀，很轻松很自然，然后也很清新，然后也没有很虐，就是我就能很自然的把下段接出来。哦，很好，可以。再来一把2天。什么玩意儿？你去。哦，好。你定个规则，哈。啊。最后的2个人，手拉手。啊，可以。好吧。好。OK， 好。 3、2、1，木头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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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都回来呀！你动了。3、2、1，木头人。3、2、1，木头人。3、2、1，木头人。可以了。我摸了好几次了，一直在摸。哎呀！骆俊帆、苏永豪，他俩接受什么惩罚呀？我个人认为我们摸了2次，所以有倒数3个人。啊？我们3个人都过来，你过来，快点，你过来。游戏规则不是这样设定的，不好意思。啊，没有说结束，你过来，快点，你过来。没有，就是结束了。没有结束，快，你过来。你过来。2个就是2个，2个就是2个。抓了。走吧。哎呀，飞起来了。太好笑了，这一幕太好。我天哪！小2个就是2个。我们两个。天哪，他竟然跑得那么快，真的不愿意。
好的一个木头人被他们玩成了橄榄球，感觉现在。我们两个。啊，牵手不是玩手，是牵手，太搞笑了。牵手，快！你这么讲。啊，好恶心啊！好恶心啊！好恶心啊！你让人牵的，然后你说好恶心，太好笑了的。我没想到我在这里第一次牵手成功这样。好了，搞快点，我来，你去，你呗，就你。哦。都有外套是吧？对。都有外套，那这样子倒数2个人，这样，最后一名把外套打开，召唤，外套打开，然后从后面这样包一下，好，这样。他弄这些挺会的哈。感觉就是搞团建特别擅长。他以后可以当婚礼策划人。那你们没有意见，我就同意了。那就这样了。好的，来吧，来。不会输的。胜负欲就上来了，咱就是胜负欲上来了。好，预备，31木头人，31木头人，我怎么不会听？他们动了，对，他碰到我了。你们俩。不会爆出事儿吧？不会爆出事儿吧？你们俩。谁？对。谁？你包我。谁？老陆。啊，我和我吗？我们手脚不决定谁在后面，谁在前面，好不好？啊？输的人在后面，就是输的人是包的那个是吧？赢的人是被包的对吧？啊，可以。石头剪刀布。什么意思？我包你。我在前面，我是被包的。毁灭吧！我好尴尬。居然是我输了，我要从后面抱他，我心想天呀，放过我吧！你被包了，你被包了！哎呀！不是真的要这样吗？快，5秒钟早完早结束。哎呀！预备，开始。我这么慢的5秒钟。猜词吧，好不好？猜词吧，怎么样？在所有的人里面，我其实是最想跟他一组的，因为这样可能我们会有一定的空间去交流，把我们之前可能有点倒退的关系去弥补一下。我是非常不希望我之前的一些行为让他在这个小屋里面感到尴尬，说好像大家对我都没有兴趣。我希望他也能持一种开放态度，哪怕是朋友相处状态去享受约会，因为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风绳该怎么固定呢？是往上一系，然后这个现在就是要听我们徒步专家夏夏。这个绳子要拉往外拉的，这里。我到第一个吧，我想看你们每一个人下来的姿势。把脚抬起来，把脚抬起来。他可能觉得自己像一只小鸟，是他觉得应该自己很美妙。再不管怎么样，也希望我们能够以朋友去相处。他其实是好心，对。走吧，走吧。拜拜。拜拜。拜拜，谢谢你们的招待。拜拜。
耶！然后我们现在就被带回去刚刚那个地方。不要跑回去。吃饱了吗？吃饱我们回去了。上完厕所了。我很好奇，另外3个人在干什么？对，那个我说那3人肯定很惬意，就是因为他们都不需要就是跟大家一起协作，就说明他过得很方便。你们吃，我先去篝火那儿，因为有点冷了。好。你们吃好就过来哦。嗯。星星变多嘞，你们看天上。哎，篝火什么样的？想跟上就过去。为什么篝火是什么样？你没有见过吗？之前其实频繁的互动约会，然后突然戛然而止。我今天还能吃很多很多东西，再省的地方就省一些热量。2个人好像没有任何的交流，没有任何互相解释，就觉得这样好像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你先吃，我去那边看一眼。行，我马上也过去。好。当时在车上让我们分成3个小组活动，我当时纠结了一下，然后最后还是选了韦影那个组。就是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机会，去跟他把一些事情我们一起来谈清楚。之前毕竟没有一个敞开心扉的一个沟通。今天又选了你，我觉得应该聊一聊吧，至少。好啊。啊。就我觉得你带给我很大的那个松弛感，那其实是我最需要，而且是我可能很久以前有的，但是近几年没有，所以说我特别要感谢你。就是说，如果我能给到你任何力量的话，对呀。你现在告诉我，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正向的反馈，我也会觉得很开心。对，上次好像你也提到过。对，因为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我们约会2次过之后，其实是互相有一些好感的，对吧？嗯哼。但是就是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这个好感到什么程度了呢？我就给了自己一些空间，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好感可能还没有到，可能想要在一起啊，或者是对。我明白。
我是想说，当然我能在这里找到我人生的另一半，这是上签。但是我觉得再怎么样，我一定要达成的一件事情是，我在恋爱这件事情上，因为我其实是有痛苦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谁痛苦谁改变嘛。我就想说我要尝试一下，然后这次我试了，我突然就觉得掌握主动权好像也是挺爽的。就是说这个选择它没有对错，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你其实越拧巴，你那句话越说不出口，然后你自己就在那里内耗，你想半天，然后这个答案就肯定是 no， 但是你说出口了，它就是有 no 和 yes 这2个答案，至少50%对是 yes。对，所以对我来说，我就觉得说，我想要去改变，那我也尝试改变了，我会觉得对我不管是感情也好，之后的人生也好，它都是有帮助的。我就是一个可以开口的人，我是有这个能力开口的。男女之爱，我觉得还是很伟大的。就是到今天，我其实还是恋爱脑，但是我跟以前恋爱脑不同的是，我可能在恋爱之前，我会更多的想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其实这个事情的意义超出于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它其实带给你的正向的意义远大过于只是男女之爱这种表达什么。其实，在你人生中之后的这种各种事情上，都会带给你一些勇气和力量吧。就是可能是原来没有达到的，这个比较重要。我勇敢的去主动的去找他谈这个事儿，真的是突破了一下自己。然后也意味着可能比原来又成熟了一步。明天跟我约会啊，好不好？好啊。好，那就这样。拜拜。那明天见。拜拜。拜拜。我没有想到说是你先开口，其实我会觉得是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机会，然后我来主动开口先说这，我没想到是你主动邀约，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不管是我开口还是你开口，它肯定会被解决，但是有你开口，我会觉得更开心，我会觉得成哥他保留少年感的同时，他又有一些成长。
万万目前你是跟我刚到的时候，第一天晚上是田儿姐啊。其实当时我是觉得卡卡和田儿姐，我都是想去了解一下。其实那天的时候，一开始确实很尴尬，但是后来多亏了你啊，然后包括田儿姐啊，大家都有说就是去帮我救这个场，然后帮我去提一些小问题，让我快速去融入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肯定大家相处起来肯定是没有什么压力的。卡卡的性格是我最喜欢的，再加上本身 ENFP 跟 ISFJ 是比较搭的，是属于 ISFJ 的舒适区。ISFJ 舒适区。ENFP 是这样的，我作为一个艺人，我是能够去做开启话题这件事情的。但是其实我内心也会觉得，当下这个场景我没有觉得很舒服。对，就是如果我有的选的话，我是会想说，哎，大家可以一起聊聊，互相发问，对。然后当下就是你可能就是会有一种被赋予了某一种责任在身上，对，我就有一些不得不去想各种各样的话题去打开这个局面。对，所以其实这就是 ENFP 本身的一个，就是既是优点也是缺点。优点在于他真的很善于替别人去考虑，去捧起这个氛围也好。缺点可能就是有点不太善待自己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跨年那天夏夏给你说的那句话以后，你们都那么触动嘛。我非常能理解你那种心情，而且不用夏夏说，我自己也是能够感受到，其实你也并不是很想说在那种场景下我说那么多话，但是可能你本身的性格就导致你主动去承担起这个责任。你会觉得，如果我不说的话，别人也不说，那可能他是不是更尴尬？就这种感觉。太懂我了。所以这就属于什么？快乐小狗的话，它就是很能照顾到 ISFJ 的一些心理上的需求，然后同时呢 ，ISFJ 是小护士，又很细心，又能够反向的去照顾到小狗的情绪，因为小狗也有累的时候，小狗也有跑不动的时候。我又想哭。这时候可能就是小护士会出场了。所以确实这俩性格说他们搭不是没有道理的。哎，他其实也在帮自己在争取。是，但是这个就会比较舒服，因为对方女生会得到的肯定和尊重。我还挺喜欢当时的那个状态的，就是当我觉得我跟这个人的关系已经到达一个很好的这种程度的时候，我会去跟他掏心掏肺的去讲我这些想法，感觉好像我们终于把关系更进一步了，真的能把他当自己家里人一样去沟通去交流。我确实明确能感受到万万对我的好感，而且这个男生很懂我，他一说到能感受到我压力的时候，我其实内心真是觉得，啊，这个人完全说中了。我觉得他是有在用心的观察我。你们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感觉现在已经不太想说要去主动再去跟一个人有一些很深的了解，因为我感觉所有的故事要从头讲一遍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年纪最大的难题。30岁以上最难的题就是你，因为你经历过太多了，你很难说再以100%的动力去把自己的之前的所有一切跟一个人分享，然后一起去续写更多的故事，确实是很需要勇气、很需要力气的一个事情。而且这些故事是这样的，就是当下发生，其实当下的感受，就是很多年以后，我可能再拿出来品这件事情或者这个人，他又是不一样的，我就会觉得，哎呀，我要怎么样才能跟你把每一步的我的这个心情变化都跟你说明白，然后圈子就变得越来越有局限性，越来越小。但其实有时候我也在想，是不是我们给自己设限太多了？
是不是可能还没有遇到那个就是真正适合你的人？可能当真正遇到那个适合你的人的时候，这些也就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了。他首先接过了话题，然后但是又告诉了这个其实是有可解性的。对对。这是我第一次在外面露营，然后过夜。这也是我第一次，真第一次。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是吧？都第一次啊？对对对。你原来是这样在家里做饭的人吗？在北京，我读书最后就自己住嘛。我可能会自己做。你觉得你是个很会照顾人的人吗？因为我感觉他挺会照顾人的。我其实不太会。那你没有想过，比如说还没有在一起之前，你说哎，我想要去为您改变，或者是会做一些我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那比如在一起以后，你发现哎，我在一起了，我好像没有太多这个必要，我不太想做了。女生会有个落差。不行，我感觉你们在给我挖坑。没有啊，我没有啊，我确实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因为你现在比如说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遇到太完美的情况，就会很担心后面它不完美了，我是否能够接受。所以他们有一句话就说，最大的祛魅就是拥有，最大的祛魅方法就是拥有。你看看他们俩，给我气死了！我都想，这俩就是儿童感，真的，人家在拼命撮合，他在拼命分开。看看侯成杰怎么解。没有啊，没有，我没有针对个人啊，我只是在说这种。只是针对你们俩。没有啊，没有啊，没有，我只是就突然聊到这里嘛。我觉得这种东西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就因为我是一个谈恋爱必须要从一见钟情开始的人嘛，就是必须要第一眼喜欢这个人，不然的话就不可能再慢慢的就进入这段关系。然后大家会觉得一见钟情是不靠谱的。我见过很多相处很久，慢慢进入感情的人，可能也不幸福。但是我也见过一见钟情进入感情的人，最后结果就是非常幸福的。所以这个东西它一定不是有标准答案的。但大概率其实一开始一见钟情，可能是因为外貌感觉，外貌对吧？感觉对，就像你说的外貌和感觉。但他那天有跟我聊到这个事情，就关于一见钟情。他很多的一见钟情其实会讲到关于是宿命感，这是一种宿命感。对对对。对的。哦不，那我打个比方啊，万一比如说你很冲动的去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然后相处之后发现它不是你的宿命，你会怎么样呢？就分手吧，这是很简单的事情。侯成杰太难了。我好像进了一个鸿门宴，怎么回事啊？没有啊，我就很好奇啊，我没有说针对个人啊，就说你一定说或者我怎么样，我就说你之前的一些经历。我们没有办法让自己的每一个选择都是正确的，我们只能让自己的每一个选择变正确。好会啊！骆老师赶快把小本本拿出来记，我觉得每句话就应该背会，少说两句。对。我们没有办法让自己的每一个选择都是正确的，我们只能让自己的每一个选择变正确。我觉得这个是对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啊，老胡，假如他对一个人感兴趣，他会说：“那我们万一异地会怎么办？”他是在你们已经达成了，比如说我们要相处下去，或者我们已经在一起恋爱之后才考虑的事情。对，因为这个事情你自己考虑半天，那万一对方愿意来你城市，那万一你在他的城市里面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落点，其实它不能成为一个问题。但是你为了一个预设，不断的思考这个问题，其实本质上是给自己自寻烦恼，不断的把自己给绕起来。因为这样的问题可以无限的延长，比如说，那万一要结婚，那万一要孩子，那万一我们父母不同意，但这些事情完全不知道，因为你没有经历下去。
老胡想这么远啊？不，我是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啊。老胡想这么远，我要最后要是我就找你。我觉得两个人相处啊，只要他身上没有你特别无法忍受的点，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人就是有不同。是的。你有什么点是无法忍受的？就是我一开始我说我最在意性格，因为其实啊，我特别需要男生就是很稳的感觉，遇事没有主见或者是很急躁，会就是让我觉得就不安定的感觉。然后但是其实可能偏偏我可能遇上一些就是可能性格比较急躁的人。倒吸一口气，你不会是在点我吧？不是，我目前看起来你们都很好呀。哦，这个得看吧，这个得看吧。我也不是那种性格纯火热那种。你俩现在心态很有意思，就是他会感觉你说的每句话都在啊，那没有，就我有的时候就是实话实说。我真的好呆萌。他还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人的。是吗？就其实我认为你比较单纯。至少他想的会比你省。但其实我不知道我在想啥。你就是在纠结，就是自己在小脑袋里打架。对，其实我觉得那天我跟你聊天的时候，就是夏夏，我跟你聊天的时候，夏夏说他就是，如果他觉得他可以确定或者什么，他可以冲。然后我说我觉得这一点，那我可能就是落后于整个我们小屋里边的女生，我可能是那个会最不会冲的人。是的，其实对于他来说，如果不感兴趣的话，就完全不会给侯老师这么多机会。是的。我觉得就是因为年龄问题，比如说我今年30岁，我再遇到一个我喜欢的，然后我再犹豫再错过，我会觉得我不知道下一个再有什么时候要遇到，就是会有一个时间成本在，然后以及一个沉没成本，确实会有的。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比如说你30多岁的人和你20多岁的人不一样的地方，因为20多岁的人他其实他没有想这么多，对，他没有风险意识，对，他没有风险意识。就是我现在有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我就是感觉就是这个事情如果真的到我面前了，然后我用什么样的状态去面对它？那可能最大的阻碍是担心生活轨迹会怎么被打破。哦，最大阻碍可能就是工作。就是你的精力没有办法太多的去想这些，对，会被分散掉。一是这样，二是就是可能就有点太理性了，还是怎么的，不知道。妈呀，深度自剖，走心谈话，你们是？我发现你们真的好勇啊！就这种事情让我掏开来说的话，我受不了的。这样子？对，受不了。就你也敢说，他也敢说，他也敢说，所以我就说，怎么都是极致坦诚，很吓人啊！你们。你是不知道，我那天跟他两个聊天到什么程度，那是真的坦诚。真的，绝对的。炭火出逃。感觉看到火就蛮疗愈，现在还在那边跳舞。哈，我很怕火。
确实跟他跳舞的那次，我觉得哦，你们还跳舞了？其实很开心。对，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种体验。我笑死，我一想还真是哥一半的时间都花在我身上。这大实话，不要这么说吧，你很影响歌的销量，影响歌的市场，对，影响歌的市场，是歌的市场。哥，我这算炫耀呢。好像星星多起来了。星星多了。这一下感觉星星多了好多哎。哇，差不多了，就到这吧。当没那么关注身边那个人的时候，就开始看星星了。哪是星星多了，星星一直很多。星星一直在那里。对呀，是你眼前的物少了。是的，想看星星了。哎呀，有点心疼猴哥呀，真的。我觉得那个最大的趣味就是拥有。当然不认同这句话，但是其实大部分要承认有这样的现象，它是存在的。对，我曾经有听别人说过一句话，就是你知道我什么时候最爱你吗？就是你不爱我的时候。我觉得人性就是本能的，在得到之后，他就会有一种，就像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永远有恃无恐，他就会觉得说这个可能我拥有了，或者这个可能他不会离开我，所以我就变得更加的肆无忌惮。所以我觉得人很难够在自己富足的时候，在自己拥有的时候懂得珍惜和知足。我老觉得这句话背后有一个逻辑不太对。就好像他把拥有当成了一个终点，然后把一段关系当成了一个物质，就是拥有了你在我眼睛里面就不发光了，这多可怕呀！这个是非常恐怖的，但是它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是存在的，高频存在，非常多。对，人一旦拥有以后，然后对方在自己眼睛里面就没有光，然后不再有新鲜感，也不再有吸引力，是，所以才会有，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嘛。是。但是呢，这个悲剧我觉得还是可以去改变的。快给我们一点希望，怎么改变？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让拥有不要变成一拥有就祛魅，我们不应该让两性关系当中出现祛魅这件事情。我们要想让爱情当中有新鲜感，一方面不要让这种拥有感太结实，就是说你要有一种失去力。就不要的安全感太高，对，就是那种不要给对方一个感觉，我就是挂在你这棵树上了，我离开你我就不能活了，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在我们拥有了对方或者对方拥有我以后，我们都要不停的建设自己，把自己搞得很独立。亲密关系当中，我不能保证对方是否会对我祛魅，但是我可以保证我自己不断的生长出我的新的魅。对。它只是有一个转变，可能从一些心动，可能转变成了一种，平凡普通的幸福，那个魅也存在嘛，只是转变了一种形式。我对这个祛魅我会有一种比较乐观的态度，就是我觉得祛魅是肯定的，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如果你们还相爱的话，你一定能够发现，不是当初的那个魅，可能是在新的魅也会出现。那这样，我觉得大家都特别有热情想讨论啊。那还有一个点，郑维颖和张晨曦他们俩谈话里面，中间郑维颖就提到说，其实他和张晨曦都是爱情里的胆小鬼。但这个话我觉得好像，你也会经常听到身边的朋友在提，就他可以是各种变种，比如说我想爱，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爱。或者是我本来想爱，但我一想到可能会碰到的风险、会受伤的东西，就这个经历或者经验就会提醒我是不是要回避。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点像，就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就是我喜欢爬墙，我敢从墙上一下子跳下来，爬墙虎。这个好，这个好，好可爱。就是我小的时候，其实我是敢翻墙的。但我现在真的就是我去滑雪，你知道我去滑雪，我推坡已经推了10年了啊！为啥？就是我都不敢换刃，你跟嫂子在时间还久，这真的都学会拍照了，还学不会真的。我想说的是，在爱情关系里面，也有可能说，是不是因为大家有过一些跌跌撞撞，会有一些痕迹在那儿，说哇，我是不是现在不能再摔了？尤其是张哥给我的感受，张哥有一点点难过，说，哎呀，我怎么变成这样了？就是他
都敢创业，但是在爱情里面甚至不敢往前再走一步，就这让我看得有点难过。其实是，所以就是我特别能够被窝窝和侯老师打动的点，就是我觉得他们是双向会去选择、去考虑、去衡量的。你说到窝窝跟侯成杰，他们也有一段话，从面对面的说我爱你，然后被侯成杰变成了说我可以跟你背对背，然后你只需要回答好的，而我说的话是很高兴遇见你。就这个事儿一发生的时候，我感觉大家都觉得猴哥呀，还得是猴哥呀。但我真的觉得猴哥开课吧，真的，我办卡，我学，我好好学。快上 Soul APP， 灵魂有趣，自在相遇。本节目由年轻人都在玩的 Soul APP 独家冠名播出。全球美妆健康好物上屈臣氏小程序，感谢健康的美，美的健康的屈臣氏联合赞助播出。今天是一场恶仗，为爱而战。所有比赛根据积分决定比会安排。我们不会放狠话，但只会做狠事。不管比什么，我们都要赢。大家都不想在自己比较心仪的女生面前丢脸。哎呦，洛哥可以，洛哥，一定要赢，输赢会跟约会是有直接关系的。我太想赢了。他眼睛里的是杀气。哇，田儿拼了呀！爱的力量，这泼水节吗？是不是？这太棒了！我看到他在里面泼得很开心，会释放自己的情绪，我觉得很好。他还挺合拍。哇！狂野的一面被你唤醒啦！快乐就是这么简单，跟我聊天去了。他们应该是最开心的一对了。大家在镜头前面，他的一些动作跟心态其实可能会走形，在生活中也许未必是这个选择。这个压力我暂时可能承受不来，我一定要好好的去考虑一下。也没什么好评价的。好好说，危险啊！危险发言。我怕给你越描越黑了。哎，我问的问题真够可以。什么意思？不是，这是个什么镜头啊？你看你说的什么恶心的？名场面来了，名场面。打直球啊！哇，你们俩斗吧，没我事儿了。感觉我看的都使劲了。对呀。我们这是走秀的吗？我要去打架了，感觉。我连老侯都没有，比老陆还幸运很多。你们要去采购吗？你去不？我在想，好懒得动啊，我就让你给我寄好了。真的？那我去一趟呗。咦，这两个不会是窝窝剩下没吃的吧？这什么情况？这不是我的。这不是你的，但也即将是你的。哦，是这个意思呀。老师，甚至还有年糕。对啊，太棒了！你说的我都有加。上微博参与半熟恋人话题讨论，分享你的爱情观点。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腾讯视频体育版提供 TV 同步播出，大屏观看更畅快。搜索半数4参与当日活动，会员限时特惠更享抢先菜单。搜索半数4会员限时特惠 SYP 更各项高值花絮等。腾讯视频照卡年轻人的专属公园，随心看去现场抢先测性周办，超多权益惊喜不断，邀你一起体验。关注腾讯视频 SYP 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追剧资讯，领取专属优惠。现在开通 SYP 即可享受内容抢先看、大屏观影等特权。内容上新新浪新闻客户端搜半熟恋人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下载有态度的网易新闻看更多精彩短视频。百度搜索半熟恋人，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百度一下你都知道。上百度 APP 看百度热搜 ，get 更多热点内容。上搜 APP 遇见懂你的有趣灵魂。感谢年轻都在我们的搜 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独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感谢合作伙伴腾讯新闻、腾讯娱乐、新浪新闻、百度 APP、网易新闻、丽丽城传媒。SYP 每周一、周二中午12点更新 ，VIP 周二、周三中午12点更新，会员抢先看1周。每周三更新 SYP 专属礼包高铁内容提前看，周四周五更新真人秀加更和陪看，更有惊喜活动福利不定时放送，精彩不断，课堂不停。